如何成为知识型 YouTuber？ 第10.2集，电影套路。谢朝中作。剧情：假动作序幕。这是故事开始的时候，似乎是一个可能过于夸张的动作序幕，但是在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也许是为了笑点，它被缩短了。然后发现这个序列只是一个梦，一个白日梦，一个节目中的节目，一个模拟测试或类似的。无论如何，开头被揭示不是真实的，而实际的故事现在以更加克制的语气开始。调整的焦虑升级。有时当好莱坞决定改编电影时，他们会尝试让角色变得更有趣，给他们一些书中没有的焦虑。彼得在《纳尼亚传奇》电影，尤其是凯斯宾王子中，远不如书中那么自信和王者气概。圣经故事的电影改编通常会添加这个，例如出埃及记从来没有说摩西不知道他的希伯来血缘，事实上刚好相反，但大多数版本都把他的真实种族作为一个惊喜，让人不安。调整的吸引力。适应性吸引力是指一个本来就很胖、很普通，甚至是彻头彻尾丑陋的人，由一个更具传统吸引力的演员扮演。在绿山墙的安妮中，安妮的外表不讨喜，她的小脸上布满雀斑，在整个系列中她不断哀叹自己的容貌。这也适用于服装，服装被描述为怪诞的角色会变成时髦。2015年上映的《灰姑娘》，丑妓妹们在动画电影中真的很难看，在此只是穿着丑陋的衣服和糟糕的化妆选择。虽然电影的旁白评论说她们不是外表丑陋，而是内在丑陋。提升年龄。在动画片，创作者会认为角色的原始年龄不适合他们的目标受众。在《1001夜：辛巴达历险记》中，将辛巴达重新想象成一个小男孩，而在原始故事中，他是一个成年人。在真人演出中，考虑因素可能是一种务实的调整，例如童工法的限制，以及对年幼演员的要求太高。绿野仙踪中的多罗西在书中大约18岁。Judy Garland 在绿野仙踪中扮演她时已16岁。壮观的中心部分。众所周知，任何故事的第二幕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，也是最难做到的部分之一。因此，为了在此期间让每个人都着迷，您会想出壮观的中心部分。例如，《美女与野兽》中的做我们的客人传和罗宾汉中的锦标赛段就是这种类型。壮观中心部分的安排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，尽管它从来都不是高潮。如果这个顺序发生在故事的开头，它可以与建立角色时刻重叠。法贵骑兵有卡车追逐，就像大部分电影已经成为传奇一样。在罕见的情况下，一部电影有2个这种与巨大石球的开场顺序也有类似的目的。主题公园版。以经典故事甚至现实本身为例，去除所有的复杂性，将原材料归结为几个套路和几乎连贯的情节。人物比原版更扁平，套路失去了正当性，不过粉丝肯定不会介意的。迪斯尼《美女与野兽》的续集《美女与野兽：魔法圣诞节》成为这个套路的牺牲品。它发生在魔法城堡中，有美女、野兽和中邪的物品，但几乎没有其他与原版电影相关的内容。很多时候，
制作主题公园版本的作家完全误读了原著，并依赖于其他人的解释。然而，这并不总是一件坏事。媒体中存在的规则、角色和活动的简化，可用于帮助简化体验，只需小心谨慎的使用。3剑客的电影版本通常是主题公园版本。最显著的是将红衣主教 Richelieu 的复杂性格简化为大坏蛋。技术纪念镜头。电影导演从电影爱好者开始，通常最爱晦涩的电影类型。最重要的是，许多现代导演去了电影学院，看了数百部传奇电影。即使在他们自己导演了电影之后，他们也经常喜欢使用他们在学校看到的角度、构图和镜头。这个套路不算故意模仿或翻拍旧电影，除非它是对原始媒体的新改编。Peter Jackson 的《魔戒》3部曲符合这个套路。审慎的尖叫镜头。审慎的尖叫镜头是在某个角色受到可怕和或无法形容的痛苦时，但观众不会直接看到。这通常适用于冷血酷刑、戏剧性强奸或残忍和不寻常的死亡。冰河世纪末尾 Deco 和 Soto 之战的第一镜，与狮子王结尾 Simba 和 Scar 战斗的第一镜相同。在侏罗纪公园 ，Dennis 死于吉普车时，当吉普车剧烈摇晃并且他在尖叫时，相机向地面平移。